在宫宴上，我因为一顶凤冠和皇后抢破了头，人人都说我狼子野心，还断定皇后不会让我活过3天。我丝毫不顾那些流言，跑进皇后寝宫，化成猫身坐到房梁上表演生气。皇上皇后在下面吵得不可开交。皇后，你看看，都是你惯的，拿凤冠上的珠翠，万一被他不小心吃下去噎住怎么办？皇上，孩子想要啥给啥呗。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朝野上下都说皇后疯了，为了顾宠，竟然在身边养了个水嫩嫩的妙人，亲自给自己夫君送人，这事也只有皇后能做得出来了。这消息传得正盛的时候，我正坐在床上胡乱地扯着身上烦人的衣服。我不穿，娘亲我不要穿这些，以前明明不用穿的。皇后掐着腰，伸出手指拧着我的脸，你以前是猫，现在是人，娘亲怎么教的？快把衣服穿回去。我不明白，怎么在外端庄威严的娘亲竟然会掐我的脸？小猫生气，小猫不理人，要不是变成人能多陪陪娘亲爹爹，我才不当人呢。哼，等爹爹回来我就要告状，虽然大部分都没有用。爹爹身边的太监甩着拂尘就进了凤仪宫。娘亲说在外人面前要像个人。我闻到那太监的味道后，立马端正坐好，眼睛亮亮的看向娘亲，暗示我听话吧。皇后按下扬起的嘴角，忍俊不禁的拿手捏了捏我的鼻子，最喜欢被娘亲爹爹摸摸了。我抬起脑袋往娘亲手心里蹭，娘亲在太监来的前一秒把我脑袋扶正，将手收了回去。太监被姑姑引进来，看见我后眼里的狡诈藏都藏不住，一双细眼紧紧盯着我上下打量，皮笑肉不笑的上前恭维，这便是林姑娘吧，还真是个妙人，不如让老奴带走调教调教。说完，那双布满皱纹的手便要过来扯我。这人说话怪里怪气的，光听着就让人不舒服。我才不要跟他走。太监上前扯我的手，被我躲开，他脸上闪过阴郁，半威胁道：林姑娘在这宫里还没位分，就摆这么大谱给老奴看，想必是看不起我这阉人吧。我想了想，这老太监说的也没错。是呀，我就是看不起你啊，不明显吗？苏公公脸色铁青，还想说什么，却被娘亲斜斜扫了一眼。苏公公这是来我宫里抢人。那太监没什么眼力见，尖着嗓子阴阳怪气的把拂尘一顿乱甩。皇后娘娘，您别不乐意，您当初养这姑娘不也是为了伺候皇上吗？老奴带她去学规矩也是为了您好，皇上喜欢这姑娘，您应该高兴才是，毕竟路可是您自己选的。我没听明白这太监话里的意思，只知道他要把我从娘亲身边带走，这太可怕了。皇后抬起眸，漫不经心地落在那太监身上，将那太监盯得腰又弯了几许，额头的冷汗直直砸在地上。良久，皇后才开口：苏公公上赶着想讨好皇上，却也得知道皇上想要什么，在这后宫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太监被人轰走了，临走前还不停暗示我一会去后花园找他。我歪了歪脑袋，不明白，我们很熟吗？为什么要去找你？可这太监实在是烦人的很，竟然在我吃完饭抓蝴蝶的时候又来了。林姑娘，玉贵妃有请。这太监一来，所有的蝴蝶都飞走了，肯定是他身上太臭了。我撇了撇嘴，头也不回地转身走向凤仪宫。身后的太监又吊着嗓子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林姑娘不要以为自己在这后宫里傍上了大树，皇后娘娘可连个贵人的名分都不肯给你。林姑娘难道不想有自己的住所？整日这样在人屋檐下的滋味不好受吧？这些都得靠皇上的宠爱，玉贵妃可以帮姑娘。我努力靠我的猫头思索着太监的话。爹爹的宠爱我有啊，爹爹每天都夸我是全天下最好看的小猫，他会爱我一辈子的。自己的住所我才不要，我要和娘亲住在一起。不过玉贵妃娘娘是什么？我要去问问娘亲和爹爹。那太监见我没理他，气得狠狠跺了几下脚，还让我等着。切，我才不等他呢。猫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刺鼻的香料下是遮掩不住的血腥味。
难闻得很。我正要顺着记忆里的路线跑去娘亲那里，周围的血腥味却越来越重。我浑身汗毛竖立，警觉地看着四周，下一秒便没了知觉。我是被人用冷水泼醒的。面前的场景格外熟悉，是爹爹经常在的养心殿。可整间屋子只有那个名叫苏公公的太监和一个珠光宝气的女人，她是玉贵妃。我想挣脱，却发现自己被绳子捆住了，嘴也被封住，说不了话。肯定是这个死太监干的。我在地上疯狂孤勇，狠狠瞪着那面露凶光的太监。你有能耐放开我，看我不挠花你的脸。玉贵妃死死掐住我的下巴，尖尖的指甲恨不得戳进我的肉里。我弄死你很容易，弄死你的家人也易如反掌。你要知道，像你这种没身份的人，这宫里每天都会死很多个。弄死我和我的家人，你真的敢弄死我爹爹和娘亲吗？爹爹和娘亲几乎是跑着闯进养心殿的。我身边原本跪着的玉贵妃见人来了，一下子哭得梨花带雨。爹坐在地上，哭诉着我听不懂的话。皇上，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这不知道哪里来的野丫头要害我，这女人怎么还这么能作妖？烦死了！爹爹匆匆跑过来，玉贵妃瞬间变得含情脉脉，眼睛抽筋一样看着爹爹，还要把手递给爹爹。爹爹人由玉贵妃的手僵在半空中，丝毫没给他一个眼神，径直路过他将孤勇累了的我，小心翼翼地扶起来。怎么才半天不在我眼皮子底下，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我站起身，抖了抖身上沾的灰，立马指着苏公公开始告状。就是他在后花园把我迷晕了。苏公公没有一秒犹豫，就跪在地上。皇上恕罪，老奴这样做实在是因为这林姑娘身份实在可疑。老奴已经找到证据，她就是当时逃跑的叛臣之女，入宫肯定另有所图。我当人才2个月，哪来的身份？什么叛臣之女的，听不懂听不懂。娘亲走上前，用帕子将我的脸擦干净，冷声反问：叛臣之女，你有证据？说完，心疼地带着我坐到一旁。玉贵妃在一旁补充：而且她一入宫，臣妾便祸事不断，定是这人在陷害臣妾。臣妾受委屈倒是没什么，可万一她和她幕后的人想要害皇上，可怎么办呀？说着还往娘亲那边看，不知道在暗示什么。我歪着脑袋思索了一番，这2个月玉贵妃确实挺倒霉。不过，我掰着指头大声在养心殿念着。第一次是因为玉贵妃要宫女太监把我推进水池，我带着她一起掉进水里，我没事，她病了。第二次是因为玉贵妃往我的寝宫放毒蛇，毒蛇反而绕到她身上咬了她一口，她病了。第3次是因为玉贵妃假装要我帮她给皇上您送汤，我闻到汤里有毒药的味道，猜到她要陷害我，就把汤泼回她嘴里，她又病了。至于我的身份，我挑衅地看着面前脸色发白的2人，我凭什么告诉你们？哼，爹爹和娘亲说了，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的身份。我可是听话小猫。养心殿内静得吓人，我两头看了看，睁着眼睛好奇地看着玉贵妃。玉贵妃娘娘，你为什么要给皇上送有毒的汤呀？难道是你的父兄想谋反，特意来让你提前探探路？我记得爹爹和娘亲说过这件事。我可是聪明小猫，记性好着呢。当时我趴在娘亲的膝盖上昏昏欲睡，听见谋反这2个字的时候，耳朵抖了抖。听不懂，肯定是很高级的词语。我得问问爹爹，娘亲谋反是什么意思呀？爹爹和娘亲对视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娘亲摸着我没收回去的猫耳朵，轻叹道：谋反就是有人想要害你爹，他们为了这个位子可以不择手段。全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谋反，即使是再信任的人都有可能。什么？这么多人都想害爹爹？我气鼓鼓的样子让爹爹和娘亲笑个不停，可我心里却记下了谋反这个词。玉贵妃给爹爹送有毒的汤，她肯定要谋反。我挣脱开娘亲的怀抱，指着已经被吓傻的玉贵妃，学着那晚娘亲的语气沉重道：玉贵妃，枉费我们这么信任你，你竟然有谋反的意图，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这样吧，就勉强罚你一个诛9族好了，希望你和你的家族下辈子可以长长记性。
玉贵妃颤抖着身子，语气结巴的不像话，连滚带爬的扑向爹爹，哭得凄惨。皇上，皇上明鉴啊，臣妾绝对没有非分之想。他为什么这么害怕啊？不过就是死一次而已，不是还有8条命呢吗？我又没罚他扣俸禄这种极刑，要知道被扣了1个月俸禄，可就1个月都不能吃小鱼干了。爹爹威严得很，自上而下的看着玉贵妃。玉贵妃既然有自知之明，便应该知道什么叫安分守己。既然德不配位，从此这个玉贵妃你就不用当了，降为贵人。玉贵妃啊不，现在已经是贵人了，瘫坐在地。我好奇地跑过去，真哭了，哭得好惨哦。我抬头，苏公公正脸色阴沉地看着我，手里的拂尘都快被他折断了。他死死瞪着我，眼神好吓人，难道他要做坏事？我猛地冲到苏公公面前，你也要谋反？苏公公赶紧跪倒在地，老奴怎敢，林姑娘莫要再说了。爹爹不知道何时走到苏公公身边，说了句我听不懂的话。苏公公是不会谋反，但最近倒是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连本朝公主都能随意诋毁。苏公公听完后，脑袋垂得更低了，狠狠朝我磕了几个头。以后林姑娘不，公主请尽管吩咐奴才。听不懂，但我以后就是公主了，这个老太监就得听我的了，那我就开心了。爹爹真厉害，爹爹下旨封了我为太平公主，对外宣称我从小体弱养在寺庙，长大了才被接回宫，从此宫里上下都不再唤我林姑娘，改叫我公主。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宫女太监都躲着我走，就连平时最爱和我斗嘴打闹的宫人见了我都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好似我是什么洪水猛兽，没人和我玩，好无聊。我变回猫的样子，趴在宫墙上晒太阳，肚子暖乎乎的，真舒服。下面的宫女3、2个躲在墙根，不知道在小声嘀咕什么。我抖了抖耳朵，将头侧过去。听说玉贵人被罚禁闭了，这和进冷宫有什么区别？活该，玉贵妃成天在后宫嚣张跋扈，谁去她宫里当奴才都要被活生生扒一层皮。老天终于开眼了。不止这些，玉贵妃倒台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个太平公主。她平时挺好的，怎么会跟她有关呢？知人知面不知心，她平时看着对我们这群奴才好，实际上都是装的。哪个宫里的贵人会那样和咱们打闹，肯定是装给皇上看的。更何况她刚回宫几个月便能独得皇上皇后的恩宠，谁知道暗地里花费了多少心思呢？看来这次玉贵人就是因为得罪了她才被罚得这么重的。以后可千万小心些她，装的一副纯良模样，实际上心机深着呢。小声些吧，别被其他人听到了，快干活去。他们是在说我吗？和我有什么关系？人真是复杂，说的话让小猫听不懂。但以后在后宫就见不到玉贵人了吗？那可太好了。我翻了个身，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却听见身下一丝碎裂的声音。不好，砖块掉了。没等我反应，身体已经掉在了半空中，没有预感中的痛，身后是厚实的温暖。这宫里竟然还有如此可爱的小猫，是哪位娘娘养的吗？下巴被人挠了挠，我忍不住往那人身上蹭了蹭。抬眼看见一个清俊儒雅的少年郎，含笑看着我。这人的味道好陌生，从来没见过呢。回谢公子，这猫在这宫中有些时日了，但平常淘气得很，不知是谁在养着。我才不淘气呢。听见那宫人的话后，我烦躁地翻了个身子，正脱开怀抱，撒腿往养心殿跑。迎着风，刚才那人身上淡雅的香味还萦绕在鼻尖，真好闻，下次也想见到他。变回人的模样后，刚小心翼翼地溜进养心殿，便被爹爹喊住。做什么去了？今天的功课做完了吗？被抓住了。我耷拉着脑袋，小步挪到一旁的书案旁坐下。书案上四散着杂乱的宣纸，鬼画符一样的墨字粘在上面。看得一旁的太监直摇头。我把脑袋抵在桌案上，闷闷不乐，拿笔的姿势都透着别扭。小猫为什么也要学写字？小猫不喜欢写字，小猫讨厌这些横横竖竖的东西。好无聊啊，好想出去玩啊。我刚偷偷把眼神扫到养心殿外，
就被爹爹抓了正着，又想跑。我赶紧摇了摇脑袋，更加努力地在纸上写画画。爹爹放下奏折，走到我身后，看着桌子上的狼藉，叹了一口气。看来得给你找一个夫子教教你了。夫子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二天，那个香香的在宫墙之下接住我的少年就被带到了我的面前。他笑盈盈的，声音和那天一样好听，端着书朝我问好。我叫谢周，以后就是公主的夫子。我还是不知道夫子是什么，不过再次看见谢周我很开心，狠狠地点了点头。高兴早了。谢周是坏蛋，他竟然比爹爹还过分，每天只会叫我写字认字。我生气了，看在谢周长得好看的份上，我忍了又忍，趴在书案上气鼓鼓地想，这帮人果然还是更喜欢小猫，他都不会让小猫识字，只会让我识字。为了报复，我每天都在谢周出宫的时候化身成猫，故意挡在他身前。谢周每一次都会抱起我，这个时候我就拼命逃走，让他抓不到我，即使被抓到了，我也奋力反抗。总之，小猫是不会让你舒服的。又一次在谢周给我教课的时候，我没挺住，趴在书案上睡着了，肩上痒痒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了上来。我侧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谢周一身雪白，离我极近，身上一如既往的带着淡淡的香，手上还拿着一件披肩，正想盖在我身上。见我睁开眼，谢周呼吸一滞，表情第一次有如此大的起伏，眼神闪躲，起身的动作也有些慌乱。不是要给我盖上吗？怎么要走？下意识的，我伸手抓住谢周的衣摆，用了很大的力气将他扯回到我身边。这次我们离得更近了。不一样的是，这次是面对面，鼻尖与鼻尖只剩分毫距离。谢周看着我，眸色暗沉，手指用力握着书案，直至指尖发白。我歪了歪脑袋，只有我是猫被他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么近的距离。那时候我总喜欢拿脑袋蹭他的胸襟，感觉很舒服。我盯了他半晌，缓缓将头抵在谢周的颈窝，熟练地将胳膊环抱上他的肩，蹭一蹭，还是熟悉的味道。喜欢。宫里最近很热闹，听说又要举办宫宴，因为西戎的使者进京了。谢周最近还拿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新奇玩意儿给我。哪里有热闹，可少不了我。我趴在娘亲腿上撒娇，娘亲，宫宴我也想去。娘亲摸着我的头，忍不住的笑。你现在是公主，宫宴当然有你一份。说完拉起我的手，开始在我身上是各种布料，嘴里碎碎念道，这是我们大宝第一次以公主的身份参加宴会，可要好好打扮打扮。直到宴会开始前半个时辰，娘亲才堪堪选好我究竟穿哪身。娘亲拉着我的手，满意道，我们家大宝真漂亮。宴会华丽又隆重，我兴奋地往里走，好奇地将目光看向四周，却在角落里看见了一个意外的人。是玉贵人，怎么参加宫宴也能碰见他，真晦气。他明显也看见我了，眼神始终死死盯着我，眼底带着底气与恨意，手中的酒杯几乎要被他捏碎。总感觉不太对，自从我进入宫宴后，一直有人在盯着我。可等我回头的时候，却一无所获，只看到几个西戎使者在大口的喝酒。不可能是我看错了，小猫的感觉最敏锐。我坐在爹爹身旁，自从我落座后，那种从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更多了。坐在左侧的几个戴着官帽的大臣看向我的眼神还带着难以掩饰的打量。这几个人看起来有点眼熟，怎么和玉贵人长得这么像？一旁的宫女上前小声在我耳边道，这两位分别是玉贵人的父亲和兄长。怪不得看我的眼神不对劲，看来这场宫宴他们是有备而来。不管了，爹爹教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倒要看看这帮人要做什么。我假装喝面前的果酒，却将眼神悄悄注意着西戎使者那边。果不其然，几人对视一眼后，眼里藏着的算计显露出来。其中一人摇摇晃晃地起身上前，借着酒劲朝我的方向过来。果然是冲着我来的。西戎使者径直走到我面前，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酒气和腥味，刺鼻得很。他眼神下流，上下朝我扫视。这就是太平公主，果然是个绝世美人。
公主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西戎陪我们玩玩？说完便想伸手朝我摸过来，身后的阴影里瞬间走出几个侍卫，电光火石间，剑影已经滑向那人的身前。我不作声，看着他狼狈躲避的动作，在我们的地盘还敢这样做，胆子可真大。变故发生的突然，我面前的男人堪堪躲过那一剑，他眼中的混沌慢慢清醒，看向我的眼神带着说不清的不屑。使者眼神突然一转，像是看不到我身后的护卫一样，恭敬地重新上前，在我身边小声道：“美人，你觉得皇上会不会用你来和亲换取停战？一个公主而已，最大的用处就是拿来和亲。等你过来，我看你到时候还会不会像现在这么硬气？像你这样的绝世美人，在我们那边可少见。等你过来，我肯定会把你卖个好价钱。我们这边的美人一晚上能换一块地，你猜猜我能拿你换多少东西？爹爹怎么可能拿我去和亲？这帮傻子！”似乎看出我心中所想，西戎使者笑得恶劣，向一旁的大臣递了个眼神。玉贵人的父兄突然打断歌舞，上前朝爹爹行礼：“皇上，西戎使者此次前来与我朝廷交好，按道理来讲，我朝也应准备回礼。”原本站在我面前的使者一转身，反手指向我：“什么金银财宝我们都可以不要，这个女人我必须带回去。”他的话音一落，四周交谈的人声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还在弹奏的乐师。爹爹将手中的酒杯重重放下，抬眼扫视着面前几人，语气是从未有过的威严：“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让公主去西戎和亲？”这话几乎是威胁。可那西戎使者偏偏还没有分寸的得寸进尺道：“不是来和亲，是送给我们。至于怎么处理她，就是我们的事了。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皇上不会这么小气吧？”台下有大臣提出异议：“太平公主可是我朝公主，岂能让尔等宵小如此侮辱？”使者自傲到极致，继续道：“我的条件是，未来50年内，西戎都会是皇上手中的一把剑，无论是对付谁，而且每年西戎都会派使者前来纳贡。”他的话几乎震在场每一个人的心上。西戎原本就是附近最大的威胁，如果他们心甘情愿地臣服，那么未来50年便不再会有战争。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刚才还在反驳的大臣们几乎噤声，无数道视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能感觉到有贪婪，有嫉恨，那些目光恨不得把我撕碎。坐在角落的玉贵人突然朝我扬手一笑，挑衅一般将手中的酒杯敬向我，然后施施然一身，朝正中间的爹爹跪下行礼道：“皇上，既然太平公主也是我朝的子民，想必肯定不会如此自私，不肯答应吧？能去西戎换来50年的和平，是太平公主的福气，我们都会记住公主的。”这几句话明显让周围产生了骚动。刚才还在为我说话的大臣立马跳出来跪在我面前，还请公主顾全大局，自请去西戎。玉贵人的父兄也立马朝向我，眼里满是威胁。难道公主想这样放着子民不顾，只想着自己的荣华富贵？这样的人也配站在如此高的位置上？公主不会是不想为百姓着想吧？几句话直接将我架上了风口浪尖。这些人果然是串通好的。我脑海里思索着爹爹和娘亲训人时的模样，浅浅抬起眼皮，看着底下几人开口道：“如果西戎使者说什么你们就信，那各位的智力想必还不如5岁的孩童。既然西戎使者肯答应我们这么丰厚的条件，那就别光嘴上说说，不如写在协议上。如果你们敢违反，那我朝便可以随意攻打西戎，不需要任何理由。”一旁的宫女极其懂眼色，立马拿出纸笔举到西戎使者面前。使者刚才嚣张的脸色全无，眼神飘忽，羞愤地转过身，不肯看向我。爹爹和娘亲看向他们的眼神已经带了些许杀意，我甚至能嗅到这殿中多了锦衣卫的味道。这帮人身上常年沾血，只听爹爹的命令，容易分辨得很。爹爹肯定是想借机将这群人都杀了。不行，我身为公主，怎么能做出这么不理智的事情呢？我赶紧朝爹爹那边摇了摇头。爹爹和娘亲能护得了我一时，护不了我一世。如果现在被人觉得我是个人人都可以拿捏，只靠着恩宠活着的软柿子，那未来这种针对我的事情便不会少。不如我今天一起解决干净，
让所有人都畏惧我。爹爹看见我摇头，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挥了挥手，四周锦衣卫的血腥味散了许多。我起身，走到西戎使者面前，将纸笔递到他眼下，重复道：使者为何不肯写？刚才不是还很嚣张地说要把我带去西戎吗？玉贵人跪在下面见状，急急催促道：还愣着做什么？快写啊！这可是公主，你们带回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能让她去西戎是给她面子，这都不写真是孬种。她那副急不可耐的模样，仿佛下一秒都要冲上前亲自写这文书。我看向玉贵人与他的父兄，状似无意地提起。玉贵人一家都如此激动，想必是真心为了我朝百姓着想，即便要去西戎的事，你们也肯答应吧？玉贵人立马仰起头，讨好地看向爹爹。那当然，能为百姓好，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别说去西戎，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谁像你这样吞吞吐吐不肯答应，谁知道存了什么心思？他的父兄也一副要为国捐躯的模样，大义凛然道：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们肯定在所不辞。只是可惜了，使者要的是公主，我们恨不得能够替代公主来证明我们的忠心。有他们这句话就够了。我立马看向西戎使者，想必一个公主在你眼里不够分量吧？既然他们都这么说了，那不如他们也一起去如何？我朝大臣还有后宫嫔妃，这些人加在一起，能不能换使者这份协议书？跪在地上的几人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说，脸上的惊慌都来不及掩饰。西戎人本就豪放，男女不忌，手段狠辣，令人发指。可偏偏刚才还百般不情愿的使者露出思考的神情。我笑着看向刚才信誓旦旦要为国捐躯的几人，他们几乎跪不住，强撑在地上，几乎是祈求地看着西戎使者，希望他能拒绝。既然不能让自己脱身，那就把他们都拉下水好了。使者犹豫半晌，回头看向跪着的几人，点了点头。这么多人，那我们也不亏。被看着的几人瘫坐在地，眼神呆愣，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玉贵人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他直起身扑向我，却被工人们拦住。他声音嘶哑道：你是故意的？你报复我？那种鬼地方我才不要去，凭什么要牺牲我？我装作不明白地反问：可你刚才不是说这是荣幸吗？这份荣幸我分给你，怎么就不愿意了？玉贵人的头饰都已经被他甩乱，头发四散开，如同失心疯一般。我呸！谁不知道那帮人都是群畜生？这天下和我有什么关系？死多少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的话像是点醒了另外两人，原本跪着的玉贵人的父兄突然起身将他架起来，祈求地看向我：公主，我们错了，求您放我们一马，都是这个女人的主意，是她勾结西域使者要害您的。她心肠歹毒，做什么刑罚都不够，公主把她发配去西戎，放过我们好不好？见我不语，二人甚至直接动手扇了玉贵人几个巴掌，直接把她打得嘴角流血，紧接着将人踹倒在地，在我面前表演了一个自相残杀。只不过是玉贵人单方面被打。西域使者面色不愉，上前将正在打架的几人揪着头发拎起来，几脚踢向几人的心窝。你们什么意思？这么瞧不起我们西戎？我没忍住，哼笑出声。这世上竟然还有如此没有自知之明的人。使者转头看向我，习惯性地威胁道：你敢笑话我？等你到西戎，我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看着这一切的爹爹突然开口：那也得你有这个机会才行。下一秒，四周的影子处突然走出一群带着刀的锦衣卫，将西域使者们包围。敢对公主不敬，也想活着回去？西戎使者手都在发抖，却依旧强撑着。你们不敢杀我的，我要是不回去，下个月西戎便会打过来。宫宴外的大门突然被打开，谢周带着身后的人走了进来。不同于我以往看到的他温文尔雅的模样，这次他身上裹着银色甲胄，原本那双柔情的眸此时凝着冰封的杀气，整个人浑身散发着寒意。还挺帅的。他像是看不见这混乱的宫宴，径直走到爹爹面前，单膝下跪行礼。3万将士已经集结完毕，只等命令。爹爹这才看向使者回复道：不用等到下个月，西戎便不会再存在。还是爹爹更帅。
大理寺门外，当值的官差见天色已晚，将两侧的灯笼挂起，映得周围一片诡异的血色。红灯笼，小猫最喜欢了。我变成猫的模样，眼里紧紧盯着那两只大红的灯笼，晃了晃脑袋。不行不行，我这次是有正事的，不能贪玩。我小心躲过守卫，钻进地牢的通道。刚一进地牢，哀嚎声、求救声，甚至是癫狂到极致的胡言乱语齐齐钻进耳朵。整个地牢散发着堪比地狱般的死亡气息。我踮着脚尖直奔最深处的那间。路上听见几个守卫聊天，唏嘘道：前几天关进来那几个怎么这么快就不行了？不知道上面谁下的命令，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了。本来互相就是黑吃黑，现在仇人相见都下死手，估计活不久了吧。我悄无声息地继续走。那道命令是我下的，既然他们之前相互勾结，那当然要关在一起，让他们在死之前再交流交流感情了。我走到最深处的牢房前停下。牢房内，前几天还在宫宴上大放厥词的西域使者，此时已经断了手脚，但还是不断死死盯着牢房的角落。那处是玉贵人，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块破碎的铜镜，不断描绘着自己的眉眼。尽管他浑身早已没有一处不沾着血污，连头发都被人扯下几处，光秃秃的还渗着血迹。最临近门口的两人正是玉贵人的父兄，两人像是一块烂泥，瘫软地趴在地上。我凑近闻了闻，死透了，骨头都碎成渣了，也不知道是谁弄的。可我今天来不是为了他们，我还在等人。变成猫咪形态之后，我的听力格外敏感，敏锐地感觉到外面有人进来了，不是换班的时间，看来就是我要等的那人了。没一会，走来一个穿着侍卫服饰的男人，他抬头却是苏公公。那几个西域使者见到他后，整个胸膛都在剧烈起伏，即使是断了手臂也挣扎着起身要去抓人。等的就是你。当初自从玉贵妃被罚为玉贵人后，宫里不知从哪传出关于我的谣言，有人说我是叛臣之女，有人说我是蓄意谋害，还有人说皇上皇后这么看重我是因我妖言惑众。这个他们倒是没说错，毕竟我真的是猫妖。可我偏偏要查一查这些话的源头，这一查却让我找到了些好玩的东西。原来苏公公和玉贵人在入宫前便有暧昧不清的关系，只不过苏家败落，只能进宫变成太监。后来玉贵人进宫后，两人又凑到了一起。这些年玉贵人在后宫为非作歹，苏公公没少帮她遮掩。这次玉贵人入狱，苏公公不断周旋，甚至带人来将西域使者的手脚打断，还杀害了玉贵人的父兄，真是一往情深。阿玉，你别怕，我已经安排好了，这就接你出去，以后我们远走高飞。谁要和你走？我可是贵妃，只要我在后宫一天，就一定会复宠的，皇上肯定会继续喜欢我。你个死太监，别再来找我，恶心。看来他今天来是想要劫狱，还好我带了帮手过来。远走高飞，你也得有那个本事。身后的阴影处传来谢周的声音，我高兴地竖起尾巴尖，往谢周身上扑。来之前，我故意在谢周面前晃，把他引到这里来，毕竟我可是公主，爹爹和娘亲不让我私自出宫。但我现在可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人类做的事情和猫咪有什么关系呢？谢周熟练地抱起我，狠厉的眸子看向面前的几人，脸色却异常的平静。既然苏公公这么想和牢犯接触，不如进去陪陪他们。几个侍卫从后面鱼贯而入，不顾苏公公的求饶和玉贵人癫狂的尖叫，将人丢进牢房中。西域使者们突然发出疯狂的笑声，你也有今天，我看还能有谁帮你。后面是苏公公变了调子的惨叫，我趴在谢周肩头，刚想看热闹，却被他捂着耳朵抱在怀里，轻声道：小猫咪不许看这些。哼，不让看就不让看。回到宫里，我正脱开谢周的怀抱，往养心殿跑，路上变回人来的模样。谢周这次进宫是为了明天攻打西域和爹爹讨论的。见我和谢周一前一后进入养心殿，爹爹和娘亲都在，他们对视一眼，眸色带着笑，免了谢周的礼。爱卿这次可要保重身体，毕竟等你回来的人可不少。说完暗示一般看了我一眼，谢周的目光也朝我看来。只有我懵懵的，都看我做什么？
谢周耳尖泛红，坚定地看向我。阿林，你会等我回来吗？一股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这次要和谢周很久才能再见到，那就勉为其难的等他回来吧。这次他回来之后，就算是让我识字，我也不会和他生气了。我点点头，傲娇道：“那我等你回来，你可得快点，别让我等久了。”谢周笑着点头。我莫名感觉脸上一烫，往娘亲身后缩。都笑什么？我只是小猫咪，我什么都不知道。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个故事再见。